作家苏岑曾说，别光迷恋爱情，人品比这更重要。爱情是暂时的，人品是永恒的。当爱情慢慢淡去，两个人的关系是靠善良来维系。深表赞同，每一段感情的开始大多原因各异，而两个人的长相厮守，最终决定因素还是人品。女人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人生下注，所以无论何时都要仔细辨别对方是否人品过硬，值得托付。一般来说，男人有这3个表现，大都人品不好，在爱都要远离。一、爱慕虚荣，喜欢吹牛。听过一句话，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习，然而一切恶习都围绕虚荣心而生，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。的确，虚荣心太强，便是一个人堕落的开始。这样的男人大多不干实事，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做表面文章和哗众取宠上，结果事与愿违，丢了面子，失了人心。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的结局令很多人都感到意难平，但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。一次，男主建清和女友小小准备回家过年，为了在同学和家人面前炫耀一番，原本2个人的生活就捉襟见肘，建清却把年终奖都买了北京烤鸭，并且租了一辆车冒充有钱人。同学会上，他夸下海口，拙劣的演技还是被同学们识破并予以嘲讽。建清就一怒之下要立刻回京，女友小小上前安慰，却反被怒怼。可以看到，毫无本事的建清没有反思自己的不足，他是做好事业，却只想着所谓的面子而大肆吹牛，不以为耻反责备女友。没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原本没钱，还硬要装作有钱，让自己难堪，也让伴侣难堪，同时也折射出这个男人最真实的人品。所以，遇到一个爱慕虚荣、喜欢吹牛的男人，趁早远离方为上策。2、不思进取，碌碌无为。饶雪漫在《左耳》中写道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最无奈的是在她等不起的年龄遇到了无能为力的男人。确实如此，婚姻里最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事，莫过于和一个不思进取、碌碌无为的人在一起。2个人在相恋之初，维系一段关系的多是荷尔蒙和新鲜感，但无论再浪漫的感情，也终会面临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的考验。女人选择和怎样的男人相伴一生，决定了今后的生活质量，更决定一辈子的幸福指数。热播国产悬疑剧《消失的孩子》中，元武这个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元武从小到大都很依赖自己的母亲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。成年后结了婚，一家5口还算幸福。直到元妈因车祸去世，元武失去了依靠的主心骨，变得愈发堕落。不仅没有履行丈夫应有的担当，反而染上赌博，输得倾家荡产。妻子实在忍受不了，选择与之离婚。感情中，女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不一定非要大富大贵，不过是想2个人一起共同经营好家庭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然而很多男人却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敢尝试，不思进取，以致一生都碌碌无为，让伴侣的生活也苦不堪言。就像张爱玲说的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人生。人生短暂，我们没必要把光阴浪费在一个对未来没有规划、浑浑噩噩、得过且过的男人身上。3、思想狭隘，缺少理解。作家廖一梅说，在我们一生中，遇到爱、遇到性都不稀罕，稀罕的是遇到理解。深觉有理。两性相处中，难免会有分歧和矛盾的时候，尤其是双方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，卸掉了相恋之初的美好滤镜，各种缺点暴露无遗时，最是考验另一半的态度。当一个男人选择包容另一半的不足，理解对方的难处，而不是偏激地把一切责任归咎于伴侣，便是一个女人最深的福气。其实，感情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缺少的不过是平静下来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不是揪着对方问题不放，肆意发泄情绪。俗话说，树怕伤根，人怕伤心。
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包容理解，事事都要与爱人较真，那么这段感情一定会在一次次争吵与计较中被消耗殆尽。作为女人，一定要明白，选择步入婚姻是为了一辈子的幸福，而不是为了被一个思想狭隘的伴侣一味计较指责，最终被伤得体无完肤。和一个不会理解和包容爱人的男人在一起，注定没有幸福的未来，再爱也要学会放手。奥斯瓦尔德曾说，美满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，不幸的婚姻无异于活着下地狱。嫁给一个人品不好的男人，只会带来不幸，伤害性与下地狱无异。可以说，男人的人品程度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人婚姻的温度。余生不长，愿你能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。如果没有，也希望你有勇气和决心远离错的男人，过更好的人生。